晚上浏览淫秽视频，谁都不会知道，两种人会知道。晚上睡觉前偷偷打开网站，想要找点小视频放松娱乐一下。夜深人静的神不知鬼不觉，是不是很多人经常有这种想法？事实上，你在网上的一举一动都有人能看到，哪怕你借助一些第三方工具，绕到境外网站也依然能被察觉。那么都有谁能看到你的上网足迹呢？为什么不能浏览颜色网站？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些不解，扫黄打非、禁止卖淫嫖娼等行为还能理解，毕竟这些的确对社会风气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也对妇女造成了精神和肉体上的伤害。但是普通人在家里看一些小视频，按理来说不算什么大事吧，只是自己在看而已，也没有伤害其他人，为什么这也不允许呢？事实上，很多人都不知道浏览这些颜色网站危害极大。我们经常说黄赌毒，通常情况下，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相互关联的，包括网站。很多赌博链接以及网上赌博平台都会隐藏在各类的颜色网站中。当然，一些人可能会说，我只是看视频，对于那些广告我从来不点进去。但并不是每个人的意志都非常坚定的。假如100个人里边有1个人因为这些非法小广告沉迷赌博，我国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会有不少人深受其害。其次，在浏览这些非法链接网站的时候，一些颜色网站的黑客团体，他们会利用特别的技术来获取你的个人信息，设置银行卡账号、密码等等。再加上现在网络诈骗案件越来越盛行，黑客通过技术获得个人信息之后，再来诈骗你的钱财就非常简单了，甚至还能通过一些其他手段，直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非法贷款，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背上巨额债务。然后浏览颜色网站还会滋生很多的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最典型的比如偷拍。现在偷拍产业越来越猖獗，许多酒店以及民宿里边都被发现过藏有隐藏摄像头，更有一些不法分子甚至会对陌生女性下药，在他们失去意识的时候拍摄小视频。为什么偷拍行为越来越猖獗？还是因为他们有市场。一些人总觉得自己只是看，并没有直接参与到违法活动中，所以自己是无辜的，但其实每一次点击浏览，给他们增加流量，都是在助长这种不法之风。除此之外，对于个人的身心健康影响就更不要提了，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根本没有足够的自制力可以抵制诱惑。如果过于沉迷这些颜色网站，就会容易精神萎靡，身体被掏空。甚至还有一些人在浏览过黄色网站之后产生冲动，对其他女生犯下罪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2013年，安义县一个15岁的男生在浏览颜色网站之后产生冲动，居然对一个农村的小女孩进行非法侵害，最终男生被判处1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2018年，一位成年男性由于长期沉迷颜色网站，居然开始偷盗其他女性的内衣。所以综合以上种种，要对这种行为进行打击。因此每个人在浏览这些网站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被监测到的。都有谁能看见你浏览颜色网站？网警。能够监测大家浏览网页的自然就是网警。我们国家网警的职责就是要维护互联网的清朗和健康，所以对于互联网上的一些不安全、不健康的信息，还有不法分子利用网络信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网警都是有责任、有权利去监管的。不管是网民还是网络运营商，街边的小网吧和各种网站都受到网警的管理。对于以上这些个人或者单位，所有的网上行为，网警都可以做到全天监控。不管你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上网，使用第三方软件绕过一些屏障也好，使用无痕浏览模式也罢，这些在网警面前通通都是无用功。比如我们先来说使用第三方软件浏览一些境外的颜色网站，有些人觉得绕过了这些屏障之后，浏览境外消息我们国内的网警就看不到了，这种想法是非常天真的。不管你查看哪里的网站，首先都需要联网，只要联网就必须要接入网络运营商，总不可能个人搭建网络信息平台直接关联境外的网站吧。
网上搜一搜就能看到一些人因为使用第三方软件浏览境外的不法网站，因此被抓的消息。所以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钻空子。还有很多人在浏览颜色网站时会使用无痕浏览，但其实无痕浏览属于一种掩耳盗铃的方式。无痕浏览只是在你自己的设备上不再保留历史记录。假如有其他人用你设备的话，不会看到那些记录。在这一方面上对保护隐私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网警来说，你的上网痕迹依然可以被看得清清楚楚。2. 颜色网站工作人员。除了网警之外，还有一种人也能看到你在浏览这些颜色网站，那就是这些网站自家的工作人员。很多搭建这些颜色网站的平台之所以能让网友免费观看，不是因为人家心善做慈善，是因为人家的盈利方式不同。就像前面所说的，他们可以利用黑客技术来窃取浏览网页者的个人信息，进行诈骗或者其他的非法活动。因此，在浏览这些信息的时候，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对于可以被网警监测所有浏览信息，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认为自己完全没有隐私，完全没有秘密，本来上网是想要自由一些的，结果却被人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本身网警是为了维护网络上的信息安全，而且信息越来越发达，分子的手段也变得五花八门。如果网警不采取手段对网上信息进行监测的话，恐怕我们的互联网世界会变成原始社会，到处都是尔虞我诈，到处都是违法犯罪活动，普通人怎么受得了？大家可以毫无防备的健康上网，其实就是因为有网警们在为我们构建网络绿色长城才能实现。而且虽然浏览这些网页可以被看见，但实际上普通人也不用太担心。3. 浏览颜色网站违法吗？会被抓起来吗？2023年11月22日，有人在网络上发布信息，声称有人因为浏览颜色网站被相关部门抓起来拍反省视频。这条信息在网络上流传非常广，很多人在看完之后特别担心，害怕自己浏览了一些网站之后会被这样抓起来社死。但事实上这条消息是捏造的，根本就不存在。的确，浏览颜色网站对于个人、对于社会都有很多的不利影响，但并不是说你看了就会被抓，没有这么严格严厉。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如果浏览颜色网站被抓，那么他一般不只是单纯的看了，很有可能这个人在浏览的时候把这些视频下载下来，或者说复制网址传播给其他人。如果只是自己偷偷看，虽然不鼓励，但基本上不会被抓。最关键的是不可以复制，更不能传播。根据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8条，下载或者是把颜色视频测成光盘、拷贝到 U 盘，都属于非法复制，要被拘留或者罚款。如果再把这些传播出去的话，那么处罚会更重一些。如果再呼朋引伴叫上好兄弟一起看，那就更不得了，也会被拘留几天再处以罚款。而利用第三方软件去境外浏览颜色网站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如果被发现的话，会被处以警告、罚款等处罚。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真的只是在家一个人欣赏的话，其实并不算违法，也不违反规定，网警们当然不会上门去管这种私人行为。而且我们这么多的人，海量的信息网站，网警不可能也无法做到实时监控每个人的浏览信息，所以现在更多的是通过大数据来监测，普遍只有在大数据监测到一些人在浏览有风险的网站时，网警们才会出动管理，完全不用太担心自己在浏览颜色视频的时候被别人直播观看。最主要的还是自己要有自制力，不要点到一些乱七八糟的链接里去。当然，就算是不会被抓，看这些视频也应该适度。如果发觉自己已经开始有沉迷的倾向了，就要及时克制，尽快转移住自己的注意力。比如我们可以找一些其他的兴趣爱好，在学校的时候可以让自己有事做，而不是闲着无聊。可以看看喜欢的影视剧，或者出门运动散步，释放精力压力。也可以学习一些额外的技能，增强自身的能力。同时在专注学习的时候，也会忘了其他的一些闲杂事情。
觉得自己的自制力不够好，那么就把保存的很多颜色网站直接删除。如果做了这些还是觉得不够的话，那么就要及时寻求心理医生的干预了。每个人都有需求，这本身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理智对待，不要一时上头就沉迷这些不健康的网站，很有可能害人害己。希望大家都能严于律己，洁身自好。